嗨，大家好。就在8月5日，中国南海仁爱礁海域，中国海警和菲律宾船只再次爆发激烈冲突。如这个俯拍视频所示，我们可以看到两艘船舰并排行驶，左边较大的那艘为中国海警船，右边的为一艘菲律宾补给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海警船随即开启了高压水炮，直接向菲律宾运补船射去。飞船经受不住高压水枪的冲击，调转方向逃离而去。从视频来看，如果说是中菲双方爆发了激烈冲突，实在有点勉强。实际上是吨位更大的中国海警船对菲律宾船只的单方面碾压更为合适。那么，中国此次派出了哪几艘海警船？发生的地点又是在哪里呢？从这个俯拍视频是很难判断出中国海警船的吨位和前号的。不过，冲突发生后的第二天，菲律宾方面就又公布了对峙当天的图片和视频，并称中国海警船是欺负他们，用水炮是违反了国际法。如菲方公布的图片可见，中国这艘海警船正在向菲方船舰喷水，而在前方的船舷处可以清晰见到这艘海警船的舷号为4203，而且菲方还提供了视频。目前网上能够找到分辨率最清晰的就是这个了。从这段视频可见，中国海警船开始还是比较克制的，水枪只射到两船的中间进行警告，并不像俯拍视频那样一开枪就立刻喷向了菲方船只。有可能俯拍视频中的并不是这一艘。那么视频发生的地点在哪里呢？视频右下角提供了当时的坐标，我们将其输入到地图中可见。这个对峙点发生在仁爱礁的东北侧，距离仁爱礁仅有12公里左右，还不到6.5海里。除了4203海警船外，菲方还提供了另一段视频，就是这个。如视频可见，同样是菲方人员在舰内所拍，而从船体的上层建筑可见，与刚才的4203船不同，而且船体明显来得更大。果然从舷号可见，是中国的另一艘海警船5305号。那么5305与菲方船只的对峙地点又是在哪里呢？右下角同样也有坐标，我们将其输到地图中可见，比4203的拦截点更近。经过测量，这个拦截点距离仁爱礁的距离只有8公里，也就是只有4.3海里了。也难怪中国海警在警告未果后，立刻打开水炮将其驱离。如此可见，为了应对此次菲方派出2艘补给船为坐滩在仁爱礁上的马德雷山号运输补给，中国方面派出了大小2艘海警船进行拦截。那么4203和5305这两个编号有何含义呢？在这里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中国海警船按照级别分为国字号和地方编号2类。国字号的海区海警船舷号通常为4位，地方海警船舷号则为5位。我们先来说国字号，4位中的第1位为支队编号，一般为1到6，表示海警第1支队到第6支队。此例中4203海警船来自第4支队，5305则来自第5支队。4位中的第2位就比较重要了，通常代表吨位，0代表1000吨以下，1代表1000吨级，2代表2000吨级，3代表3000吨级，以此类推，最高数字为9，代表9000吨以上的船舰。当然超过10000吨也由这个数字9来代表。那么中国有吨位编号为9的海警船吗？当然有。目前中国海警船吨位最大的当属12000吨级的2901号、3901号和5901号，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警船。12000吨的吨位堪比05万吨大驱，十足的海警巨兽。这种吨位的船舰被用作海警船去进行护渔和海上执法，也只有中国这么奢侈。要知道，南海诸国用于执法的海警船大多都只有几百吨而已。因此，未来如果菲律宾或者越南的海警船或渔船闯入我国岛礁时，看到第2位编号为9的中国海警船时，最好不要等着被水炮驱离，直接掉头逃跑才是最佳选择。国字号编号的最后2位就是船舰的序号了，这个有可能会根据各支队的调整而发生变化。地方使用的5位编号，前2位代表省份，比如12是天津，13河北，21辽宁，31上海，32江苏，33浙江，35福建，37山东，44广东，45广西，46海南等。第3位则代表吨位，比如这艘31301号海警船就是来自上海吨位超过3000吨的818型海警船。这个818型是基于05C 导弹护卫舰建造的，也就是上期视频中给大家介绍过的广州文中造船厂出现的2艘船舰，一艘是为海军打造的全新 05-4B 护卫舰，另一艘则是为海警建造的 05-4A 海警船。
其实 05C 这个平台为中国海警输送了大量船舰，比如这次出现的5305海警船就是采用了与 05C 相同的平台打造，满载排水量接近4000吨，装配了一门与 05C 一样的76毫米单管舰炮和2门 HPG-17 型单管30毫米舰炮。我们知道，除了这些武器外，海军的 05C 是配有32个650毫米垂发单元的，可以发射海虹716防空导弹以及鱼8火箭助飞鱼雷。但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基于 05C 平台建造的中国海警船装配了垂直发射系统，也是面对菲律宾或者越南的海警船或者巡逻机，也实在用不上导弹，海警船上的舰炮足矣。中国仁爱礁上的那艘坐滩军舰是在1999年5月9日的时候，菲律宾偷偷的将一艘名为马德雷山号且即将报废的坦克登陆艇拉至仁爱礁的礁盘处，故意搁浅在了那里。5月9日刚好是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第2天，我方无暇南顾的时刻，可见菲律宾人用心之险恶。这与1971年台湾军队为躲避台风暂时撤离中业岛后，菲律宾人强占该岛一样的道理，非常的无耻。自99年菲律宾坐滩仁爱礁以来，24年过去了，菲律宾人以此为据点，长期驻守其人进行轮换，并定期为船上的士兵运输补给。船上的士兵不同程度的患有皮肤病，在食物用尽后，士兵还把海里捕到的鱼晒成鱼干用来充饥。除了这7人外，船上还有上千只老鼠同吃同住。总的来说，这艘坐滩24年的军舰非但没有半点硝烟味，反而充斥着令人作呕的味道。但似乎菲律宾驻守的士兵并不在意，他们对于坐滩并定期轮换驻守仍然乐此不疲。中国本来是打算让这艘坐滩军舰自然风化、解体和沉没的，但根据这次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的说法，中方此前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菲方向坐滩军舰运输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做了临时性特殊安排，但菲律宾人却以人员轮换和运送物资为名，持续夹带大量船体加固材料上舰。中方曾多次通过外交途径试图与菲方进行商谈，但菲方对此拒不呼应。如此看来，面对这种老赖，一味的忍让和纵容是难以达到效果的，需要像这次一样采用强硬手段驱离，才是未来南沙，尤其是仁爱礁海域应该采取的方法。目前中国海警的总规模已经超过10万人，并拥有超过370多艘海上执法船只，不仅拥有世界上吨位最大的海警船，1000吨以上的海警船也超过了150艘，3000吨以上的则超过70艘。中国海警的实力已经完全碾压日本海上保安厅，成为亚洲最大的海上执法力量。当前钓鱼岛猎鱼已完全在我国海警船的日常巡逻范围之内了。至于在南沙群岛侵占岛礁最多的越南，最近似乎沉寂了不少，而其他域内国家也都按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从事海上作业，只有菲律宾还在不断向中国的实控岛礁进行挑衅。这次的海警船水炮驱离行动还只是小试牛刀而已，希望菲方能够迅速回归理性和务实，以免让解放军在南海亮剑。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